杰瑞米是一名改过自新的前科人员，当他被发现与妻子双双中枪后，尽管警方想尽了各种办法，但仍未找到破案的线索。然而就在调查即将陷入停滞时，案件的发展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反转。最后的结局不仅警方没有料到，甚至就连凶手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堪萨斯州堪萨斯市。该市位于堪萨斯州东部，靠近密苏里州的边界，人口大约15万，是堪萨斯州第3大城市，怀恩多特县的县治。主人公杰瑞米出生于1975年6月20日，他成长在俄克拉荷马州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。大约在6岁时，由于父母离婚，杰瑞米跟随母亲定居到了堪萨斯州的维奇托。他在那里度过了人生中的大部分时光，并且留下了一段不太光彩的历史。大约在1993年，杰瑞米与高中同学杰萨成为了恋人。一开始两人的感情很好，高中毕业后也都选择了同一所大学。但后来由于杰瑞米提前结束了学业，两人之间的见面次数逐渐减少。也就在这段时间，杰瑞米又在社会上认识了另一位新的女朋友。尚不清楚杰瑞米如何处理的这两段关系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在1996年与最初的女朋友杰萨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因此可以推断，当时杰瑞米可能一直在两个女友之间来回辗转。不过这并不是最主要的事情，重要的是杰萨在生完孩子后不久，杰瑞米很快就提出了分手，这引起了杰萨的极大不满。由于内心的愤怒，杰萨在某天晚上强行闯入了杰瑞米的住所，准备讨个说法。但没想到的是，后来场面失去控制，两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。在此期间，不知道他们谁先拿出了手枪，但最后手枪在杰瑞米手里发生走火，子弹射中了杰萨的脚趾。尽管这只是一起意外事故，而且杰萨的伤势也不算特别严重，但杰瑞米还是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。最终他因为袭击罪被关进了堪萨斯市的监狱。从某个方面来说，这次入狱对杰瑞米起到了正向作用，他充分反省了自己以往做过的错事，并且下定决心要做出改变。为了早日重获自由，杰瑞米积极接受改造，成为了管教严重的模范囚犯。凭借着良好的表现，他不仅获得了监狱方面的特殊关照，甚至最后还获得了一份到监狱外面工作的机会。正是在监外工作的这段时间，杰瑞米认识了未来的妻子阿丽莎。阿丽莎生于1977年，比杰瑞米年轻2岁。当时两人都在堪萨斯市的某个热电厂工作。与杰瑞米一样，阿丽莎过去同样经历了感情纠葛，但不同的是，阿丽莎始终处在弱势地位，更像是感情的受害者。其中的原因主要与她童年的悲惨经历有关。据知情者透露，阿丽莎从小生活在寄养家庭，由于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，阿丽莎的养父经常肆无忌惮地对她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。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，直到18岁左右，阿丽莎结交了一位性格暴躁的男朋友，这才终于摆脱了养父的控制。通过这段经历，阿丽莎对性格强势的男性产生了崇拜，所以她过去交往的男朋友性格几乎都比较暴躁，这导致阿丽莎经常在感情中受到伤害。然而杰瑞米却有所不同，他不仅有能力保护阿丽莎，而且还因为经历了监狱改造，对待感情更加认真。因此在阿丽莎看来，杰瑞米就是她的最佳伴侣，于是两人就这样慢慢发展成了男女朋友。2001年服刑4年后，杰瑞米获得假释，提前恢复了自由身。相比于4年之前，杰瑞米明显成熟了许多。他改掉了往日喜欢逃避责任的习惯，第一时间将女儿接到了自己身边。1年后的2002年，杰瑞米又兑现了承诺，迎娶了在服刑期间认识的女朋友阿丽莎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杰瑞米一直在努力为了家庭奋斗，他几乎从不休息，每周至少要工作80个小时，目的就是为了多赚钱，好让妻女过上稳定的生活。然而可悲的是，他们期待的美好生活还没有实现，一声声枪响就让这个家庭走向了终结。2005年4月23日清晨5点35分，
当地警局接到多名群众举报，称堪萨斯市的某处居民区发生了枪击，有人正在大声呼救。911 emergency. Oh my god, someone's been shot. Set someone fast. Where are you? I'm at 53rd and Edith. I can hear someone screaming for help. Hurry. Police are on their way. 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很快抵达现场。在一辆冲出车道的汽车里，他们发现了2名遭到枪击的受害者。根据车内的证件，警方很快确定了2人的身份，分别是30岁的杰瑞米和28岁的阿里莎。当时这对夫妻都在汽车的前排位置，其中杰瑞米处在汽车的副驾驶，他的伤势最为严重，已经失去生命体征。而阿里莎虽然还有呼吸，但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，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危险。于是警方首先让医护人员将阿里莎送到了医院。起初警方以为这起枪击案可能是由抢劫引起，因为杰瑞米和阿里莎全都遭遇了枪击，而且他们的汽车也已经冲出车道，看上去像是遭到了劫挺。但转念一想，事发地点是一处人口众多的居民区，而且时间又在清晨，抢匪一般不会出现在这种地方，也不太可能选择在清晨实施抢劫。经过进一步检查，警方果然发现了问题。首先，汽车内部相对整洁，没有发现翻找的迹象，这表明凶手作案后没有搜刮汽车，也就说明犯罪动机可能不是为了钱财。其次，当天的天气异常寒冷，但汽车副驾驶的车窗却没有关闭，玻璃上还有2个凹陷的弹孔，这表明枪手开枪前可能与杰瑞米有过交谈，并且射击位置就在汽车的副驾驶一侧。然而正常情况下，实施车内抢劫通常会先控制汽车的驾驶员，因为只有这样对方才不会轻易逃跑。也就是说，枪手正常应该站在主驾驶一侧，而不是杰瑞米所在的副驾驶。因此本案不太可能是抢劫，更像是蓄意谋杀，而杰瑞米应该就是凶手主要针对的目标。基于上述发现，警方很快明确了调查方向，他们将重点放在了与杰瑞米存在仇恨并且具有作案动机的人员上。然而正当警方准备接下来的工作时，杰瑞米的叔叔约翰尼突然来到了现场，他表现得非常关心，一直在不停询问杰瑞米和阿里莎的情况。起初警方对约翰尼有些怀疑，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通知家属，也没有对外公布受害者的身份，不知道约翰尼从哪里得知了这起谋杀。后来经过询问，原来约翰尼是在早间新闻中看到了相关报道，并且认出了那辆涉事汽车，于是才自发来到了案发现场。由于当时警方正需要了解这对夫妻的人际关系，于是他们将约翰尼带回了警局。通过约翰尼提供的线索，警方很快锁定了第一位嫌犯，那就是杰瑞米的前女友杰萨。根据约翰尼所说，杰萨对杰瑞米怀有深深的敌意，原因不仅是因为多年前杰瑞米不小心射伤了杰萨，还包括关于孩子的抚养权纠纷。大约在2001年，杰瑞米将孩子接到了自己身边，以弥补过去缺失的父爱，但这引起了杰萨的不满。杰萨不想让孩子长时间跟着杰瑞米，因为当时杰瑞米已经有了伴侣阿里莎。杰萨担心孩子长期跟着他们生活，可能会忘记亲生母亲，与继母阿里莎过于亲近，所以杰瑞米和杰萨一直在为了孩子的问题争论不休，甚至后来还发生过冲突。考虑到杰萨过去曾有过针对杰瑞米的暴力行为，因此约翰尼怀疑杰萨可能与这起枪击案有关。得知这一情况后，警方立即找到了杰萨核实，没想到杰萨表现得非常坦诚，很快就证实了约翰尼的说法。不过当警方提到这起枪击案时，杰萨做出了坚决否认，表示案发期间正在家中休息，没有去过案发现场。警方对杰萨的说法有些怀疑，因为他的不在场证明无人核实，很难确定当时他是否真的在家。为了验证这一点，警方重回现场，走访了附近的住户，以了解是否存在目击者。幸运的是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就获得了一个比较关键的线索。根据一位居民所说，枪击发生后，他看到阿丽莎的汽车一头扎进了路边的草坪。与此同时，一名持枪男子快速跑向了一辆正在缓慢行驶的 SUV。当男子坐进汽车副驾驶后，这辆 SUV 便加速逃离了现场。目击者提供的线索为警方解决了2个问题。
第一，参与犯罪的人员至少有2名，一个是枪手，另一个是司机。第二，之前怀疑的杰萨没有直接参与犯罪，但还不能完全排除嫌疑，因为毕竟他最有动机杀死杰瑞米。不过由于事发时间刚好在清晨，因为季节原因，当时的天色还很灰暗，目击者没有看清凶手的样貌和汽车的车牌，所以警方无法从这2个方面着手调查。但也就在这时，医院方面传来了好消息，本案的另一位受害者阿丽莎已经恢复意识，于是警方立即前往了医院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阿丽莎在见到警方后情绪异常激动，一方面她难以接受丈夫杰瑞米去世的事实，另一方面她刚刚从医生那里得知了自己的伤势，由于遭到枪击时子弹穿过腹部击中了脊椎，阿丽莎的下半身彻底瘫痪，这意味着以后她不仅要在轮椅上度日，还将面临大小便失禁。所以这2件事情加在一起，导致阿丽莎彻底失控，根本无法回答任何问题。见到这种情况，警方只好暂时放弃，直到第2天阿丽莎情绪平稳后，他们才了解了案发的经过。根据阿丽莎所说，事发前一天晚上，她去了朋友家参加聚会，直到第2天凌晨2点才回到家中。当时杰瑞米还没有休息，一直在等着阿丽莎回家，这让阿丽莎感到有些内疚，因为再过几个小时杰瑞米就要外出工作，缺乏休息可能会影响他的工作状态。于是出于补偿的想法，阿丽莎决定早上亲自开车送杰瑞米上班，这样杰瑞米就可以多休息一会儿，不至于上班时没有精神。也就是出于这个想法，阿丽莎在清晨5点左右开车载着杰瑞米离开了住所。然而当汽车行驶到事发路段时，一辆停在路边的 SUV 突然横在了路中央，紧接着2名30岁左右的西班牙裔男子便朝着他们走了过来，其中一名男子来到了汽车的副驾驶旁边，而另一名男子则站在了汽车的后面，阻止他们离开。见到这种情况，坐在副驾驶的杰瑞米打开了车窗，准备与站在旁边的男子交涉。也就在这时，男子突然拔枪，开始对着他们不停射击。由于事发突然，阿丽莎完全没有机会驾车逃跑，很快就因为遭到枪击陷入了昏迷。至于后面又发生了哪些事情，阿丽莎表示并不清楚。阿丽莎的陈述与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基本一致，只有在凶手是1个人还是2个人的问题上稍有差异。不过考虑到阿丽莎正在服用止痛药物，这可能会影响她的记忆，所以警方也就没有在意。接下来他们又向阿丽莎询问了一些与本案有关的问题，但最终没有任何收获，因为阿丽莎已经记不清楚开枪男子的样貌，也不知道谁可能会是凶手。调查进行到这里，警方已经失去了最重要的信息来源。由于幸存的阿丽莎无法提供有用的线索，而与杰瑞米有关的嫌犯也已经排查完毕，于是为了寻找更多线索，警方决定再从阿丽莎的人际关系着手调查。没想到很快他们就有了一个新的发现。根据阿丽莎的朋友所说，自从杰瑞米与阿丽莎结婚后，作为丈夫的杰瑞米便主动承担起了赚钱养家的责任。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，杰瑞米工作十分努力，几乎放弃了所有个人时间。尽管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方式改善了他们的经济状况，但同时也引发了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。由于杰瑞米平时很少陪伴阿丽莎，而阿丽莎又是个喜欢热闹、性格奔放的女性，所以久而久之，阿丽莎就因为太过寂寞产生了不安分的想法。大约在案发3个月前，阿丽莎在夜店认识了情人杜雷尔，自此之后2人经常不分白天黑夜的频繁约会，而作为丈夫的杰瑞米也慢慢察觉到了问题。大约在案发1个月前，杰瑞米曾质问过阿丽莎是否出轨，但由于没有抓到证据，阿丽莎并未承认。直到不久后，杰瑞米无意间发现了阿丽莎手机上的暧昧短信，这下阿丽莎才被迫承认了出轨。一开始杰瑞米感到非常气愤，坚决要与阿丽莎离婚，但由于阿丽莎一直苦苦哀求，并且承诺与杜雷尔断绝关系，于是杰瑞米暂时放弃了离婚，给了阿丽莎一次改过的机会。2人约定先继续生活一段时间，如果阿丽莎彻底改正，他们的婚姻还可以继续维持，反之则会立即结束。也就在这种前提下，杰瑞米和阿丽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活。阿丽莎朋友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因为感情纠纷是个常见的犯罪动机，
不过当时他们还不清楚阿丽莎为何要隐瞒这段关系，也不知道她在本案中扮演了什么角色。于是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，警方再次前往医院询问了阿丽莎。一开始阿丽莎坚决否认与杜雷尔存在不正当关系，直到警方出示了相关证据，阿丽莎这才改变了说辞。她不仅承认与杜雷尔是情人关系，而且还抛出了一个重磅消息，表示杜雷尔就是那名开枪的凶手。根据阿丽莎所说，她与杜雷尔大约保持了3个月的不正当关系。一开始两人确实非常亲密，但随着交往的深入，杜雷尔逐渐显露出了暴力的一面，经常强迫阿丽莎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两人的关系从两厢情愿变成了单方面胁迫，阿丽莎也因此萌生了离开杜雷尔的想法。不过由于一开始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，阿丽莎担心突然断绝关系可能会遭到杜雷尔的报复，也害怕事情闹大被丈夫杰瑞米发现，所以阿丽莎迟迟没有采取行动。直到案发3周前，两人不轨的行为彻底败露，并且杰瑞米也愿意接纳阿丽莎，于是阿丽莎才有了与杜雷尔断绝关系的勇气。然而没想到这次分手却导致了严重后果，杜雷尔因为心怀怨恨实施了报复，也就是在案发那天开枪射击了阿丽莎和杰瑞米。至于为何一开始没有讲述真实情况，阿丽莎解释说，主要是因为她在住院期间遭到了杜雷尔的威胁，所以出于安全考虑，阿丽莎隐瞒了两人的关系，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。警方核实了阿丽莎的说法，没有发现明显问题，确实有一名陌生男子赶在警方前面看望过阿丽莎，于是他们首先将阿丽莎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，接着又申请逮捕令，抓获了本案的凶手杜雷尔。不出所料，杜雷尔没有承认罪行，警方也无法确定他的同伙身份。不过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将杜雷尔送进监狱肯定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们已经掌握了关键证人阿丽莎提供的证词。然而没想到的是，警方的这份唯一证据后来出现了问题，接下来的事态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。2005年7月，案发3个月后，本案进入了初步听证阶段，也就是关于本案是否能进入司法程序的第一步。然而也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阿丽莎突然委托律师撤回了原来的证词，给出的理由是证词受到了警方的压力和引导，无法保证内容的真实性。一开始警方感到十分诧异，因为他们从没有引导过阿丽莎，更别说施加压力。但无论阿丽莎是出于何种目的，警方都因为失去了关键证据，只能释放杜雷尔。经历了这件事情以后，警方仍然没有对阿丽莎产生怀疑，原因也非常简单，阿丽莎在枪击中付出了下肢瘫痪的代价，警方不认为有任何理由能让阿丽莎做出如此大的牺牲。然而实际情况是，阿丽莎确实参与了谋杀，而最后揭露真相的知情者不是别人，正是本案的另一名参与者，也就是杜雷尔的同伙贾马尔。3年后的某天，贾马尔主动联系了警方，在得到相关保证后，贾马尔向警方讲述了事发的整个经过。根据贾马尔所说，他与杜雷尔是一起混迹街头的兄弟，两人关系十分要好，平时经常一起做一些不法的事情。大约在案发3周前，杜雷尔带着阿丽莎找到了贾马尔，随后阿丽莎就提出了以3000美元作为报酬，让贾马尔帮忙犯罪的想法。据阿丽莎当时所说，杰瑞米拥有一份40万美元的意外保险，并且通过努力工作攒下了一笔可观的积蓄，因此出于经济考虑，阿丽莎不想与杰瑞米离婚，也就不敢再冒风险与情人杜雷尔交往。但与此同时，阿丽莎又不甘心与杜雷尔断绝关系，所以为了既能保持现有生活，又能与情人杜雷尔在一起，阿丽莎就决定杀死丈夫杰瑞米。为了顺利说服贾马尔参与，阿丽莎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计划。简单来说，就是阿丽莎通过与杰瑞米一同中枪来转移警方的视线。由于贾马尔感觉阿丽莎的计划非常完美，而且他也非常想要3000美元的报酬，所以贾马尔没有考虑后果，很快答应参与了犯罪。3人在本案中各自担当了不同的角色，杜雷尔是枪手，贾马尔是司机，而阿丽莎则扮演了受害者。然而比较戏剧性的是，阿丽莎原计划是让杜雷尔射击她的大腿，因为这样就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。但真到具体执行时，或许是由于杜雷尔过于紧张，又或者是其他原因，
最终子弹射中了阿丽莎的腹部，这导致她的脊椎受伤，留下了终身残疾。至于本案的另一名参与者贾马尔，他之所以要在3年后主动揭露案情真相，目的主要是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。因为在过去的3年里，阿丽莎和杜雷尔靠着赔偿款过上了富足的生活，而贾马尔却迟迟没有收到承诺的报酬。尽管贾马尔想尽了各种讨要的办法，但无奈阿丽莎和杜雷尔始终拖着不给，最后直到2人败光了所有赔偿款，贾马尔也没有收到承诺的3000美元报酬。由于实在难以忍受阿丽莎和杜雷尔的欺骗行为，贾马尔才最终决定通过这种破釜沉舟的方式为自己讨个说法。不得不说，贾马尔确实是个人才，他不仅愿意为了区区3000美元参与谋杀，还愿意为了没有讨到报酬付出代价。不过也正是贾马尔这种坚决与黑吃黑抗争的行为，给警方带来了破案的证据，最终让他们抓获了阿丽莎和杜雷尔。在被逮捕后，2人呈现了完全不同的态度。阿丽莎选择了抵抗到底，而杜雷尔为了争取宽大处理，决定与警方配合。他很快承认了罪行，并且也愿意作为证人指控阿丽莎。2008年8月，案发3年后，本案开庭审理，主谋阿丽莎因1级谋杀罪等多项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，50年内不得假释。枪手杜雷尔因为与警方达成了协议，仅被判处20年监禁。而本案的司机贾马尔由于犯罪情节较轻且有立功表现，因此只被判了3年监禁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